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颗光子，它诞生在太阳的核心1500万度的火之心脏。核心像呼吸一样脉动，每一次收缩都点亮亿万颗星的光子。从核心到太阳表面，直线只要2秒，它却走了10万年。因为每前进1毫米，它就撞上一次，换一个方向，进3步，退2步。它在浓稠的电浆里层层渗透，像光在琥珀中游泳。辐射层的云海缓慢翻涌，把它一层一层往外传递。接近表面，沸腾的对流把它加速托起。一颗电浆泡从深处升起，抵达，破裂，这是它一生的全部。然后，它跃出光球。从这一刻起，它以每秒30万公里直线飞行。太阳表面的米粒不是米粒，每一颗都有德州那么大。回头看，太阳正在身后缩小，前方是黑色的宇宙。与它同行的还有太阳风，未来会在地球极地画出极光的粒子。1分40秒后，水星掠过。没有大气的星球，影子锐利如刀锋。金星的硫酸云把许多同伴反射回去，所以它是天空最亮的星。云顶像一面昏黄的镜子，照不出任何东西的细节。8分20秒，蓝色的地球到了。月亮自己不发光，它只是把阳光转寄给夜晚。撞进大气的瞬间，蓝色的同伴被氮气和氧气散射的四处都是。天空的蓝就是这样来的，头顶的蓝最浓，地平线的蓝最淡，散射的次数决定蓝的深浅。穿过云，水滴像亿万颗透镜，把光揉成柔软的白。云的缺口漏下扇形的光，古人抬头叫它天梯。雨后，它钻进一颗雨滴，折射、反射，再折射，以42度角洒出一道彩虹。主红外侧还有一道更淡的泥，颜色反过来，那是在雨滴里多转了一圈的光。清晨的湖面上，它一分为二，一半潜入水中，一半带着山的倒影升空。湖底的光网轻轻摇晃，波纹把阳光编成流动的网。斜插进雾林，树冠把它切成一束一束光柱。光柱里的尘埃起舞，每一粒都被照成一颗小行星。一片叶子吞下红光与蓝光，把绿光还给世界。森林是绿的，因为绿是叶子不要的颜色。逆光的叶脉是绿色河流的支流图。蜜蜂看得见它的紫外线同伴，花瓣上有人类看不见的跑道，直通花蜜。
同一朵花，人眼与风眼是两个世界。窗台的猫咪起眼，它的视网膜后有一面小镜子，所以夜里猫眼会发光。猫瞳从正午的一条线张成黄昏的满月。书桌上的三棱镜把白光拆开成七色。1666年，牛顿看过同一幕。从红到紫，每种颜色都是不同波长的光。窗帘缝的光柱切进房间，亮过空气里的尘埃。光柱随太阳缓缓爬行，像日晷的指针。穿过金鱼缸，水把它的速度放慢1/4，金鱼被放大了一圈。进入水面的那一格，光弯折了，这就是折射。在两面镜子之间，它来回反射出一条无穷的走廊。每反射一次就暗一点，第100次反射已经看不见了。暗房红灯下，像只浮现影像，光走过的证据被银盐记住。从无到有的30秒，是光留给时间的签名。屋顶的太阳能板把它吞下，吐出电流。于是夜里的台灯亮起另一束光，光变成电，电再变回光。黄昏，光斜穿更厚的大气，蓝色散尽，只剩橙红抵达，所以黄昏是暖的。停电的夜里，一根蜡烛，那是人类最古老的制造光。太阳落下，城市亮起万盏灯，每一盏都是人类自己造的小太阳。而有些星光出发的时候，地球上还是恐龙的年代。清晨，它落在熟睡孩子的睫毛上。眼睛睁开，10万年08分20秒的旅程，在5%秒内变成看见。孩子的虹膜里映着整个世界。旅程的意义是被看见，